你是不是也曾对自己说过，等我变得更稳定一点，就能谈一段好关系？等我成熟一点，自信一点，就能被真正的爱。于是你开始努力变得更好，更有价值，更值得被选择。但亲爱的，你不需要先变得更好，才配得上爱。你现在的样子就已经值得，不是等你变得更瘦、更懂事、更成功，不是等你没情绪、不脆弱，完全准备好，爱才会靠近你。真正的爱不是等你证明自己有多好才出现，而是在你还不确定、还在挣扎、还在学习的时候，就愿意走近你。而你愿不愿意先为自己给出这样的爱？你是否愿意在还没完成之前，就先选择接纳现在的自己？你越是在条件都达成之前，就愿意认可自己，愿意给予自己温柔，你发出的能量就越真实，越稳定。那份与你频率一致的爱，才会被你自然吸引而来。因为你不再是带着匮乏去寻找爱，你是带着完整去邀请爱。那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磁场。你不需要再假装坚强，也不需要用某种形象来吸引谁。你只要愿意相信，我现在的样子也值得被深深爱着。爱不会因为你有情绪而退后，不会因为你还没搞懂自己就离开。真正的爱是能陪着你一起看见，一起疗愈，一起走过的力量。但这份爱必须先从你开始。你不给自己，别人也给不了你。所以请你放下那句等我更好一点再说，因为那样的更好永远不会有终点。你会一直觉得不够，一直不敢靠近爱。但如果你现在就愿意说，我虽然还不完美，但我愿意相信我值得，那一刻起，你已经打开了新的门。爱不需要你完美，它只需要你愿意相信自己值得。这样的你，才是真正准备好去爱，也被爱的你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有时候让你最疲惫的，不是外在的压力，而是内在那个从不停止批判自己的声音。你怎么又失误了？你怎么这么没用？你应该要更坚强，更积极，更有条理才对。这些话你没大声说出来，但每天都在心里对自己说。你以为只要够严格，就能变得更好，只要够警惕，就不会再犯错。但你越是这样逼自己，生活就越是卡住，情绪越难梳理，身体越来越沉重，一切能量的流动都仿佛被锁住了。亲爱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停止批判自己的那一刻，能量就会开始流动。不是你突然变好了才有资格松一口气，而是当你愿意放下我应该要怎样的枷锁，你才真正腾出了空间，让爱进来，让支持靠近，让你开始接住真正的自己。批判是一种内在的抗拒，它不只切断你与自己的连结，也挡住了宇宙要给你的讯号与回应。你一直在努力变好，却忽略了最根本的问题。你是否愿意无条件地接纳自己？不是接纳那个有成就、有表现、有答案的自己，而是那个会怕、会乱、会不知道怎么办的你。你越是愿意放下评价，放下对错，能量就越能开始自由地流动。那是一种生命的松动，是一种你不再对抗自己的平静。
你会发现，情绪不再那么粘稠，思绪不再那么混乱，人际也开始变得柔和。因为你对自己有多宽容，世界就会回应你多少空间。当你不再用批判逼自己前进，你会走得更稳、更深、更远。你会真正的开始疗愈，你会开始明白，进步不是靠逼迫来的，是靠理解，是靠温柔的容许。所以，亲爱的，请试着在你下一次想要责备自己的瞬间，换句话说，我知道你已经很努力了，你不需要变成什么样才值得被对待，你只是需要愿意对自己柔一点。那时候起，你的能量就会开始动起来，带你走向更轻盈、更完整的自己。我们总是被教导要往前看，要设定目标，追求成长，为未来打拼。你也习惯了这样的方式，把希望放在未来，把爱延后兑现，总觉得现在的自己还不够，还需要再努力一点。等变得更好之后，才值得被肯定、被满足、被好好爱着。于是你把每一个现在都当成一段过渡期，一边努力追赶，一边责怪自己怎么还没到达。但亲爱的，当你开始珍惜当下的自己，未来才会被打开。不是等你足够完美，而是当你愿意承认此刻的你就已经值得。那份珍惜是你对宇宙发出的频率讯号。当你不再否定当下的自己，不再催促，不再贬低，你就让能量开始流动，让生命的丰盛有空间进来。你越是相信现在的自己有价值，宇宙就越会在未来的路上为你安排值得的相遇，刚好的礼物，刚刚好的奇迹。未来不是从远方来的，它是从你怎么看待现在的自己开始展开的。你若一直等待变得更好，你可能会一直错过现在的礼物。而当你决定在此刻停下来，看看这个还在学习，也在努力的自己，对他说一句“你很好，我看见你了”，你就会开始感受到未来在回应你。因为你不再追赶，你在吸引，你不再向前逃跑，你在稳稳地往内靠近。珍惜是一种强大的能量，不是停滞，而是深层的对齐。当你与当下对齐，未来自然会向你敞开。所以，亲爱的，不要再用还不够的语言对待自己，请你学着说，现在的我就值得。这份信任会为你打开通往未来的大门。那条路上没有比较，没有迟到，只有你与你之间一场真正的相遇。你是不是也曾经怀疑，为什么自己总是想要更多？更多自由，更多爱，更多被理解的感觉，更多不被限制的空气。你告诉自己要知足，要低调，要务实，不要渴望太多，以免失望更深。于是你开始压抑，把渴望藏起来，把梦想藏起来，连自己的心跳声都学会降低音量。但亲爱的，你的渴望不是负担，而是灵魂的指引。它不是任性，也不是贪心，它是你内在深处最真实的讯号，在提醒你，你还活着。你会渴望那份自由，是因为你的灵魂本就不适合被困住。你会渴望那份爱，是因为你本来就值得被深深的拥抱与看见。那些你以为太多，
太大的愿望，其实都是你内在还没被实现的光。当你开始转念，不再把渴望视为问题，而是开始倾听它、理解它、尊重它，你的人生就会开始转动。你会发现，那些你一直以来怀疑可不可以的事情，其实从来都不是外界不允许，而是你还没允许自己去承认。我真的很想要。而当你承认了，你就在对宇宙发出一个清晰的讯号：我准备好迎接这一切。渴望会为你指出方向，即使你还不知道怎么走，即使你还没有答案，它依然会用心里的悸动静静牵引你靠近。所以亲爱的，别再压抑你心里的渴望，也别再为了变得合理而切断你的灵感。你不需要成为谁，也不需要达成什么标准，你只需要允许自己真诚地渴望着。这不是逃避现实，这是与灵魂对齐的开始。你的渴望就是你内在光的方向，请你相信它。那是一条不一定最快，但一定最真实的路，而你一直有力量走得过去。有时候，你走在一条看不清方向的路上，一步步踏着不确定，心里却藏着希望。你努力去做，去问，去安排，却发现越想控制，越感到无力。你开始怀疑，我这样相信真的有用吗？宇宙真的有听见我吗？但亲爱的，选择相信从来不是一种盲目的等待，而是一场深刻的合作。那是你与宇宙之间最温柔也最强大的对话。当你选择相信，你不是放弃行动，而是开始对齐自己的能量。你不再执着于什么时候发生，你开始专注于我是不是正处在对的频率里。你不再焦急地寻找证明，你开始静静地对宇宙说：我不知道怎么到达，但我愿意相信我会抵达。这样的你，频率开始改变。你不再抗拒，不再怀疑，不再紧抓那些你无法掌控的事。你开始流动，开始接受，开始为未知腾出空间。这份信任不是来自一切都准备好了，而是来自我愿意，即使还没准备好。宇宙不是因为你完美才决定给你机会，它是因为你相信才为你开门。你的信念是讯号，你的能量是磁场，而你每一次的选择都是在和宇宙共同创造你的实相。所以亲爱的，请你继续相信，在还看不见的时候，在还不确定的时候，在还没有保证的时候，选择相信是你送给未来自己的礼物。它会稳定你，会引导你，会打开你生命中那些原本你以为进不去的门。这不是天真的祈祷，这是灵魂的深度行动。因为你知道，真正的合作不是你单方面去追，而是你内在稳稳地对宇宙说：我相信你，也相信我自己。你一直在找答案，关于未来的方向、关系的选择、人生的意义。你问朋友，翻书，做测验，甚至望着天空祈求一个征兆。你不断往外寻找，以为只要找到那个正确的指引，一切就会清晰，就会安定。但亲爱的，你所等待的答案从来都不在外面，
它一直藏在你愿不愿意看见自己的那一刻。不是你不知道答案，而是你还不敢诚实地承认。我真正想要的其实是这个。你害怕承认，因为一旦承认了，就得为自己负责。一旦看见了，就不能再假装不知道。但你越逃避，答案就越模糊。你越否认，灵魂就越安静。它不是不愿意给你讯号，而是它在等你回头看见自己，看见你的渴望不是错，看见你的怀疑不是弱，看见你真实的情绪与困惑，才是你重新与内在连线的起点。当你愿意停下来，不再问该怎么做，而是问我现在是不是还站在自己这边？那份迟迟未现的答案，就会在你心里慢慢成型。它可能不是语言，而是一种方向感，一种安定感，一种你终于不再需要追问的宁静。宇宙永远会回应你，但它只回应真实的你。你越诚实地活着，越愿意看见自己的全部，你收到的讯息就越清晰。你会知道该走哪条路，你会感觉那份平静就是指引。你会开始明白，你其实早已知道，只是你终于愿意看见了。所以，亲爱的，请不要再问别人你该怎么办，请你坐下来，好好问问自己，我有没有诚实地看见我真正的感受？因为你正在等待的答案，一直都在你心里，只等你转身看见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